但其实他最可怕的还不是这一点。自私可以因为孩子而变得宽厚起来，懒惰可以因为生活的压力而变得勤奋起来，不懂道理可以教他懂道理。他最大的问题是不支持。我这样说你生气吗？不生气。视频中被涂磊老师责骂着的男人名叫小魏，由于他不求上进，整天好吃懒做，靠妻子养活，所以他的妻子小李无奈之下只好求助到了节目组，希望众人能帮着劝服他，让他改变。可谁料他对待生活、对待家庭、对待妻子的态度，却一再惹怒现场所有人。这是您夫人？对，比您大9岁。结婚几年？1年多点儿。谁追的谁啊？他追的我。对，那你有没有考虑过他比你大那么多，为什么你要跟他结婚呢？因为当时也是喜欢他，所以呢。当时喜欢是吧？对。现在还喜欢吗？不喜欢了。小魏没有一丝犹豫的回答，让众人不由得哭笑不得，也让小李尴尬的同时心痛万分。毕竟新婚夫妻会有7年之痒，怎么到小魏这就只有短短的1年，他就厌烦了自己的枕边人了呢？这样显得他的爱是那么的热烈又短暂，也是那么的廉价。然而小魏除了理直气壮的不爱妻子之外，他对工作理直气壮的不在乎，也让人感到可恶。资料上面说您现在是待业呀？对。个大男人不工作干嘛呢？还有孩子，在家他一天就在家抱着手机打游戏，完了孩子也不好好看，家务也不做，然后就是我白天做家务看孩子，晚上就出去送外卖，把孩子哄着了出去送外卖。你不去送啊？我不去。为啥？因为我不是特别想工作。那你靠什么生活呀？她是一条女汉子，让她来养我呀。场上，小魏理直气壮的无耻发言真的是震惊众人。虽说这世上并没有规定男人一定要工作去养活自己的家庭，但是大多数男人为了自尊心，为了脸面，为了责任，也不会让自己的妻子去养家。而反观小魏呢，他竟然对于靠老婆养这件事表现得理所当然，之后还在大庭广众之下那么不知廉耻地认为妻子强壮就应该让他养家，这样的思想无疑是令人唾弃的。然而除了对工作的不上心，小魏对家里的不上心也让小李非常崩溃。然后就是我白天带孩子做家务嘛，晚上下夜班，凌晨早的时候是凌晨3、4点钟，然后晚的时候可能就是早上6、7点钟还在外面。太辛苦了。这一回家，他这块就是我造的，家里边特别的磨叽，衣服不管干净脏的扔一地，衣服得我洗嘛，孩子辅食现在6个月可以加辅食了嘛，然后孩子辅食也是我做，碗盘子攒着在池子里边落着，能落3、4天，我啥时候有空刷，我啥时候收拾。在小李看来，自己在外忙活半夜，回来还要伺候家里的2位祖宗，说真的，他的生活简直就是生无可恋4个字。可是家并不是一个人的，即便小魏不愿出去工作，让小李养着他也行，他也总该在家里干一些活，好好做个家庭主妇吧。怎么他既不做家务，也不愿意出去挣钱？他究竟是如何想的呢？是真话不？是。那你干啥呢？因为我感觉她是个女的，她就应该回来收拾。那你是男的，你不得挣钱吗？我现在不是没找着好点工作的吗？小魏的回答再一次让众人气的吐血。她是女的，她就应该收拾。这种言辞，小编实在没有想到，这都21世纪了，大清都亡了，怎能还有人有这样封建又离谱的观念？而小李听着丈夫这么无赖的话，也是无奈了，所以她毫不犹豫的就揭开了小魏拿找不到工作当借口的虚伪面纱。一开始你说修摩托车啊，信誓旦旦跟我说现在修大排量的摩托车挣钱，出去2月拢共拿回来1600块钱。那不是学徒吗？虽说学徒确实是工钱少，但是身为一个孩子的父亲，身为一个丈夫，他就应该承担起家里的责任，扛起家里的顶梁柱，努力挣钱，给妻女一个安稳的家。可反观小魏呢，什么都做不好，也不想做，最后带小李把所有路给他铺好，他甚至连最后一个手续都办不好。那么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工作给你找好了，差1道手续能拖1个月，我朋友那边给找的嘛，我都没法跟人交代。手续不是不好办吗？所以我办了吗？我没去啊，我感觉不好办。你感觉整天拿着手机搁家躺床上打着游戏，在那凭空想，哎，这手续不好办，你就不去。对啊，不得不说，小魏这对事事摆烂的态度真是让人挺崩溃的。小李还能忍他那么久，和他过那么长时间，让他白吃白喝白享受那么久，真可谓是真爱了。然而本以为2人的矛盾就只是小魏的懒惰而已，谁料接下来小李控诉的另一件事，气得人恨不得上去给小魏一个大逼斗。我们2个，而且还经常因为看孩子的事儿吵架，然后一吵架说啊，有本事让你妈来看，我妈8年前就没了。你说这话是他该说的吗？在小李看来，
丈夫不看孩子、不工作的行为，她都能忍，但是她绝不能忍的就是自己丈夫往自己心上插刀子的行为。那小魏这种种行为的背后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她这种故意颓废的样子表现给小李看，到底是想干嘛呢？她不是女汉子吗？都让她上班去。不是你那会儿追她的时候，是不是就觉得她是条女汉子？你嫁给她以后，不是，因为她个比我高。真没想到，现如今个高还是罪过了呢。而小魏的这番话，典型的就是得到了不珍惜。要知道多少人想自己妻子是个高个子，改善家族基因，他倒好，小李还没嫌他个低，拉低他孩子的平均值，他还在这里挑三拣四，真不知道他哪来的自信。然而小魏除了拿去视丈母娘开涮之外，还拿小李的父亲开涮。而且就是我父亲嘛，在孩子满月的时候，我父亲也过世了。当时孩子太小，离不开人，也没人帮我带嘛，只能他然后去处理我父亲的身后事。处理3天，我父亲刚下葬，就跟我恼了，就说啊，你爸活着时候不靠谱，死了还这么麻烦，简直就是没事找事儿。有这么说话的吗？这气得我跟他大吵一架，把奶都憋回去了。现在孩子纯吃奶粉。不得不说，小魏可真是混蛋中的混蛋。毕竟他干的事没有一件是人事。可小魏当初明明就是对小李情根深重，怎么1年时间他就改变如此之大呢？难不成小魏当初那些喜欢都是装的，现在的才是他真正的样子？而他娶小李回家的原因，也只是为了羞辱他、折磨他们。对此，小魏则是这么回答的：刚开始是没这么想，那什么时候开始这么想了？为什么这么想呢？就是说生完孩子之后压力也大点，完了呢都这么想。你有什么压力啊？就是打游戏找不着存在感了呗，是吗？我不打游戏我干啥呀？哎呀，而且每次吵架吵不过就说啊，你们全家都死绝了，你还不消停，你也要把我给逼走吗？不，我怎么逼你了？我逼你什么了？场上，小李的泪流不止和小魏无所谓的态度形成明显的对比。可是既然两人已经走到了这种地步，小李和他离婚就可以了呀，为何还要苦苦坚持到现在呢？我现在我家里边也没有什么亲人啊，然后这孩子算是唯一一个我有血缘关系的亲人，我就寻思说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所以说我选择一忍再忍。那今天是谁要来的呢？你要来干嘛呢？我就是在想说他能改，我还是会去选择原谅他，就是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都说这世界上最大的爱就是父爱母爱，虽然小魏没有把父爱留给自己的孩子，但是小李不能不给孩子母爱，况且他之前就过着没有爱的生活。他可能这辈子最执着的一件事，可能就是给自己的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然而小魏却还是认为自己没有什么可改的，反而妻子需要改的地方颇多。那么小李究竟做了什么事，会让他死咬着不放，在此倒打一耙呢？还不是因为你晚上走的时候聊着微信啊，开开心心的，完了都走了，凌晨3、4点才回来，我都想知道你干啥去了。我聊微信，我也是跟同事在工作群里边，我问问人家有没有单，然后没单我出去干嘛去？我在工作群里边40多个人，领导也在里面，根本就不允许聊工作以外的话题。本身我都怀疑你之前那小伟跟我说了你很多的事儿，说你跟一帮男的经常出去玩，而且玩的还很疯。那是我认识你之前的事儿，我认识你到现在，咱俩在一起2年多，我有哪一点对不起你？再者说玩大排量的摩托车，你们在座的女生有几个会骑的？我也想说跟一帮女生一起出去玩，哪有几个女生会骑大排量的摩托车？对于妻子的解释，小魏却是一点都听不进去，因为在他看来，妻子根本就和刚开始认识的他不一样，因为当初的妻子是那么的单纯善良，现在的他无论是工作还是玩乐，那都是和男生一起，对他还变得那么不耐烦，所以他仿佛陷入了死胡同一样，时刻都在怀疑着妻子的忠贞。于是他现在的种种做法也算是对妻子的一种报复。可是既然他如此不放心的话，他为何不和妻子一起出去送外卖呢？或者他出去工作，让妻子在家带孩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也是可以的呀。对此，小魏则是这样回答的：因为家里边有孩子，所以呢，那你出去送啊？我不想去，我不想干，我不想去。今天在这里，我们听小魏说了太多这样的话了，所以台下的评委老师们终于忍不住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了。因为男人这个词儿啊，除了他的性别属性以外，它是带着一些复杂的色彩的，比如说心胸、包容、能力、担当，还有责任心，这些你有吗？没有，显然没有。但这些恰恰就是你老婆希望从你身上看到的。
对，但是你不能以孩子自居呀，因为毕竟你已经结婚了，你还有你的孩子，对不对？虽然你不想长大，但是你已经长大了，所以说你必须要面对。我希望你还找找当时你们在一起的那美好的，是因为你的落后导致了他的进步，你没有退路了。如果说他跟你离婚的话，你有什么？就是一副皮囊，一个性别叫男的。曲老师的一番点评可谓是犀利至极，但是却说的正中小魏命脉。但是我们却并不能从小魏的脸上看到一丝动容，所以涂磊老师为了让他悔改，便加了一剂猛料。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些男人只会长大，永远不会成熟。但其实他最可怕的还不是这一点。自私可以因为孩子而变得宽厚起来，懒惰可以因为生活的压力而变得勤奋起来，不懂道理可以教他懂道理。他最大的问题是不支持。我这样说你生气吗？不生气。啊，面对小魏的不作为，涂磊老师有着千言万语，可对于这样的言语，他还是没有一丝悔改。所以对于这样的人，涂磊老师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为好了。于是他便转而对小李劝导：婚姻是建立在有希望的基础之上。一个男人可以穷，可以自私，可以懒惰，但不可以没有希望。如果你觉得这个男人跟着他是没有希望的，是绝望的，那么跟丧偶式婚姻是没有什么区别，而且比丧偶式婚姻还要痛苦，因为你明明没有守寡，但你却偏偏活成了守寡的生活。孩子明明有父亲，却搞得跟没爹一样。所以在这个时候你是要自保的时候，你是应该带着孩子过自己的日子。而且我甚至劝你在离婚之后不要急着结婚，我害怕你再遇上一个可能还不如他。你得好好的通过母亲的这个角色想想自己这些年是怎么过来，你应该为孩子想一想。至于他，你放心，他还有父母呢，他想得比你开，你说呢？对于小李，涂磊老师其实很心疼的，所以对于他的感情，他提出了一些比较中肯的建议。但无论涂磊老师怎么劝导，最后的选择权还在两人手中。你看着我表面大大咧咧像个女汉子，其实谁的内心不是住着一个小女人。我也想过那种被宠被爱被关心呵护的日子。你要是天天在家，我就上班去。你确定？我确定。行。场上还是小李在努力的挽回这段感情，但好在小魏也愿意接受改变，所以最后两人还是和好如初了。只希望小魏以后善待小李，真正承担起家里的责任。其实家不是一个人的，是双方共同努力而打造的安乐小窝，所以为了这个小家，双方都需要付出，互相理解，共同进步的两人才能成就幸福的家庭。若是互相不能理解对方，那么双方必会出现感情裂痕。那么看完本期视频的你，对于